第7课，不同文体的释经方法。先知书。先知书对很多读者来说，既令人着迷，又让人困惑。这些书卷充满了深奥的象征语言、难解的预言和强烈的情感。然而，它们的核心目的是什么呢？是单纯的未来预告，还是关于神的心意的揭示呢？本课中，我们将以以赛亚书53章为焦点，学习如何解读先知书，认识其中的审判与盼望，以及如何将这些真理应用于今天的生活。1. 先知书的结构与目的。1. 宣告审判与应许盼望。先知书的核心信息常常在2个主题之间来回穿梭。审判，先知警告百姓他们的罪与偏离神的后果，例如阿摩司书强烈谴责以色列的社会不公。盼望，即使面对即将来临的审判，先知总会带来未来得救的应许，例如以赛亚书53章的受苦仆人预言揭示了救赎的奇妙计划。2. 为什么先知书这么重要呢？先知书不是纯粹的历史记录，而是神透过人类历史展现他旨意的话语。这些话语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发出，但他们所启示的属灵真理却超越了时空。2. 以赛亚书53章受苦仆人的启示。以赛亚书53章被称为受苦仆人之歌，描绘了一位无辜者为他人受苦的场景。这位仆人不仅替人担当罪孽，还成为救恩的中保。基督徒认为这段经文清晰预表了耶稣基督的受死与复活。让我们深入解读几节关键经文。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象征性语言，这里的受害与压伤象征了极大的痛苦。受苦仆人代替他人承担的罪，带来救赎。应用，当我们想到自己的过犯时，是否感受到这份替罪的恩典呢？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比喻手法，人如迷失的羊，象征我们离弃神的本性，仆人却承担我们的迷失，带我们回归羊圈。应用，在迷茫中，这段经文提醒我们，神的救赎总在身边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隐喻的深意，刑罚与鞭伤象征代价，而平安与医治象征恩典的果效。应用，今天我们是否在自己的痛苦中看见了神的医治和救赎呢？ 3. 如何解读先知书中的象征与预言？ 1. 理解象征性语言。象征与隐喻，先知书充满了象征语言，例如耶利米书用破裂的池子象征人离弃神的后果。耶利米书2章13节，我们需要将这些图像还原到当时的文化背景下解读，理解经文的原始用意。应用，读先知书时可以问自己，这个象征在我的生活中有什么现实意义呢？ 2. 预言的成就与时效性，短期与长期成就。有些预言在当时迅速应验，例如巴比伦的毁灭；有些则在耶稣基督中得以完全实现，
例如以赛亚书53章。今日的应用，圣经的预言不仅向我们展示过去，也帮助我们思考当下的生活。4. 一个故事，盼望中的医治。恩惠是一位年轻的母亲，因为一场车祸失去了唯一的孩子。痛苦的她每天在神面前哭泣，怀疑他是否真的存在，也不明白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。某天，恩惠翻开以赛亚书53章，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这句话深深触动了他，他感到神是知道痛苦的，他甚至愿意为人类的罪付上代价。虽然仍然难以释怀，恩惠开始默想这段经文，并试着把自己的痛苦交托给神。在一次聚会中，牧师分享了这段经文的背景，提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承担的不仅是罪，还包括所有人的伤痛。恩惠逐渐明白，虽然神没有解释一切的为什么，但他提供了超越痛苦的盼望。他开始参与服事，帮助其他面对悲伤的人。他说，我的心中仍有伤痕，但因为耶稣，我的伤口被他的恩典覆盖了。5. 今日如何应用先知书的预言呢？1. 在审判中看见神的公义。先知书中的审判提醒我们，神绝不容忍罪恶，我们需要时常自省，让自己走在神的公义之道上。2. 在盼望中寻找力量。先知书的盼望信息向我们保证，神的救赎计划不会停止，即使在困难中，我们也可以凭信心看到曙光。3. 在象征中发现属灵真理。读先知书时，我们可以试着将经文与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，发现神的旨意如何启发我们的选择与行为。结语：审判与盼望的和谐之歌。先知书不仅是历史的记录，也是神对人类的情书。他用审判提醒我们罪的后果，用盼望呼召我们回到神的怀抱。以赛亚书53章的受苦仆人更是救赎故事的核心，他代替我们承担一切，只为让我们得着平安与自由。当我们学会解读先知书时，我们会发现这些古老的文字对现代人的生命有着深远的影响。